我们来看美债的最新报告，现在出炉了。中国大陆持续减持啊，这是17年来的最新低。我们看到它现在变成美债的第3大持有国。那它前面2名是谁呢？第1名是日本哦，它在增持；第2名是英国，它也在增持。而加拿大哦，美国的邻国啊，大幅的减持哦，现在已经降到4000多亿美元了。人民币最近啊，不断的创新高哦，你看到它的中间价哦，在这个19号的报告中是7.0550哦，那也有一个叫做美元微笑理论提出者任永利，他说有可能到了2026年。这个人民币会升到6.25，这个是对美元的一个价格。海南岛封关哦，大家看到这个报道，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哦。习近平他亲自谋划哦，这个是中国大陆有一个海南岛，大家知道吧？哦，现在已经正式变成一个自贸港了，正式启动全岛封关。封关呢，其实是一个海关术语，它是说海南岛全岛已经成为一个境内关外的区域，它有一个1线放开，2线管住，岛内自由这样子的一个术语。1线就是这个海南岛的自贸港跟境外其他国家的边界，2线是指海南自贸港跟中国大陆其他省份的边界要精准的监管。总之呢，这个自贸港哦，如果正式运作的话，那不得了，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注意哦，因为它的零关税的范围，它的商品大概有6600个哦，那大概是74%的这个全部的商品的税后都可以免税哦，就是一个自贸港的一个概念。过去台湾想要做亚太营运中心，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可是它做到了哦。海南岛的封关，全球航企排队修飞机哦，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自由贸易港了呀。那所有境外的航空公司到这里来修飞机，可以免缴保税金哦，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等。所以航空公司可以节省很多的成本，10%到15%哦。所以据说啦，1年哦，未来3年的业务已经排满，1年大概是700架左右的维修量哦。所以大家跑到这里来节省成本呐，都要赚钱，都要做生意嘛哦。所以海南封关为什么影响超乎想象？这些外资的企业为了省关税，就把这个加工的这个环节搬到海南岛，留住了产业链。全球的原材料啊、技术和人才就锁在中国了嘛。您看到海南岛在这里哦，它的同心圆哦，大概4个小型飞行的距离圈，覆盖了全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地带哦，所以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尤其现在大陆面向东协啊、RCEP 的重要战略的枢纽，所以您看到哦，包括印尼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在印尼的巴旦岛哦。这个它的货轮没有像过去一样哦，往西绕到马六甲海峡。过去它是这样走的，可是现在是转掉头哦，就转头直径北上哦，目标直指中国海南洋浦港，所以它会创造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圈跟新的一个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再看到，包括像是这个印尼，它有很多的物产呐、哦，镍矿啊、棕榈油啊、天然橡胶啊，它不用绕到新加坡，直接来到这个海南岛。印尼大陆的榴莲外交也因此，你可以看到它就直通过来了，它就直接把榴莲送过来，首批虽然少少的48吨，可是这还是一个有象征性哦。过去这些榴莲都要从马来西亚、泰国啊、越南、菲律宾这个地方进来哦。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啊，深耕东协市场，在东协是稳坐第1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今年前11个月，中国跟东协贸易额达到6.8兆人民币哦，成长有8.5%，占中国外贸的16.6%哦，这是一个很深的依存关系。来，请教老师。川普上来以后大搞保护主义嘛，因为他的关税政策其实就是保护主义了，就这么简单啊。那欧盟其实也松动了，也在开始考虑要跟随美国，也要搞保护主义，因为欧盟现在也一直在思考说，哎呀，如果你不能对我怎么样，我就也要提高关税。事实上，在电动车这部分，欧盟已经走了，钢铝欧盟也在提高关税等等，那都在走这个保护主义。可是中国大陆反其道而行。大陆继续在走自由贸易，而且继续在跟多个地方把这个自由贸易区牵起来。例如说，跟东盟本来是10+1到10+2嘛，1.0版、2.0版，现在已经谈完3.0版了，也就是10+1的3.0版，不是10+5哦，也就是说不是 RCEP，
是10+1的3.0版已经谈下来了，然后跟日本这边跟韩国谈自由贸易，东北亚的自由贸易也在谈，然后跟南共体南方共同市场，还有跟拉丁美洲那边也都在谈自由贸易区。那跟非洲不用讲了，大陆对于非洲就是单方面的，就你非洲的产品到中国大陆来，几乎大部分的国家都采零关税，而且大部分的90%以上的产品都是零关税的方式，让非洲的国家能够更方便的把它的产品卖到中国大陆来。那现在跟欧洲谈的自由贸易谈的比较不顺利，因为欧洲也在走保护主义，所以目前来讲，除了欧洲以外，还有美国，其他的国家其实在走的这个自由贸易走得越来越大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大战略。这个大战略一直在走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很早就已经发现，人民币是一定会升值。我们也在节目中谈了很多次，也就是说，我其实也跟很多观众朋友建议说，开始要一直收人民币，因为人民币一定会成为一个强势货币。美元在明年来说，很有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货币。如果美联储如果真的是开始降息的话而且走这种快速降息的方式，那相当有可能美元还会再贬下去。那在这样的一个一消一涨的一个情形下，我们看到美国的债市市场大陆事实上一直在减持，然后把减持的钱换成为买黄金，所以黄金市场也一直在飙涨。大陆本身也在上海也弄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市场，然后我们也看到大陆的整个布局其实都是按部就班在走。现在安安静静的把海南岛的您刚刚谈到的杨浦港其实是3个湾区，一个新的湾区就是填海造出来的一个新的大港湾区，也把它已经铺设完成了，所以才会跟印尼有这么一个样的一个对接。所以等于是杨浦港是3个湾区，而且很大，而且完全是自动化现代化的一个吞吐量的这样的一种装卸。各位观众朋友，您有没有看到？当他这一些都布局完了以后，海南开始进行封关了，然后开始进行自由港了，它当然就会吸引这个世界各国的投资客、航运客，而且呢，它本身在自由港湾区里面，它的金融基本上来讲是走国际金融的，跟国内不一样。国内的金融，也就是说在内地里面，大陆的金融他们的买卖基本上是管制比较严的。但是在海南这个地区，自由港湾区中，你只要没有把产品进入中国大陆的话，你在这个地方进行加工，你再卖到别的地方去，它的金融基本上是很活跃的。所以是境内关外的意思。境内跟关外的意思。所以而且是整个省呢，就是海南特别行政区这样的一个整个省这么大的一片地区，它全部走自由贸易，走自由港。各位想想，那新加坡怎么比？对，可是我觉得新加坡的领导人很有眼光，他们早就知道中国大陆在布这个局的时候，您看新加坡跟大陆的合作已经是不只是苏州的这个新区，也就是说不只是苏州的工业园区，其实广州也在走，而且广西也在走，更往内地都在走。这代表什么？新加坡的领导人他们的远见，也就是说我的国家小，我的腹地小，我的港湾最后一定会被取代，那我怎么办？我在海外设更多的港湾，或者是我入股你的港湾里面。所以我觉得，人家新加坡能够没有很大的腹地，没有很大的基地，可是它可以让新加坡保有全世界排名前10的富有。台湾呢？民进党呢？从蔡英文执政8年到现在赖清德，为我们台湾人做了什么？真的，过去台湾喊出很多口号，亚太营运中心什么什么什么中心，好像都没有成功，人家都在做了，人家已经做到了。来，洪庭，我觉得2个层次来看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大陆在卖美债这个事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它其实站在防守的角度比较多啦。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川普一直在讲他要做弱势美元嘛，所以美元如果持续的贬值的话，那人民币就是相对这样的升值。那你持有美债，美元因为贬值了，你美元的价值其实就是这叫过去我们大家讲说这叫美国用汇率在化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嘛。那第2个点就是说，好，再来就是
大家从俄乌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就是说你持有太多的所谓的这个美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有点像俄罗斯现在被管控的这个状况，受制于人了。你看俄罗斯有多少的储备被欧洲跟被美国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个资产冷冻，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就假设如果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可能要担心，就他是不是可能在其他地方上会有大的动作。如果没有，我比较倾向就是说，他现在是因为就是说美元又要开始用这个汇率去做化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人民币看起来长期要升值，美元要贬值，那我持有那么多美债，对我来讲我就受伤啦。那我还不如把这个美债卖一卖，把这个现金拿去买黄金，在这个实务上来讲，在这个财务金融操作上可能会比较更 OK 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防守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刚才老师所提到的，就是在海南自贸区这个部分，我倒认为就这一块比较算是一个进攻型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方案了。也就是说，通常你去做所谓的这个境内关外的时候，那海南刚好它是一个岛，然后呢，它可以来测试所谓的比较开放的、比较这个自由的这样跟国际接轨的这样的一个法律。那某种程度上，海南跟内陆又有另外一个关卡，那它随时就是说。我现在在海南测试，我觉得他在测试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跟完全放宽金融的这样，跟所谓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这个状态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需要一个类似专门在负责东南亚东协贸易的这样子的一个香港，那他又不是纯香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现在试图在海南去做这样的一个部分，一方面为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然后再来。他随时在测试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的第二关他可以做 cut off， 所以他目前是在做所谓的放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也是好事情，因为说老实话，中国大陆的经济其实反而是我们目前还蛮担心的，它的需要更多的这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如果这件事情可以做成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对它的经济活络跟它的人民币国际化都有一个好的事情，而且跟国际的整个的金融这样的一个接轨，就更能融入所谓的这个国际的金融社会，对它的资本投入就会有很多外资去这边做投资了。那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招商引资的部分也会是有好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这一手是在做所谓的这个对经济来讲，他希望去 create 第二个所谓的引擎啦，就再去招商引资，再去吸，然后再从这个我中国内部，然后再去做，看能不能让经济更活络一点。那另外对美债的部分，他走防守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对于他自己的经济状况看起来他是蛮清楚的，而且现在也开始大动作的在做这件事情，那这是好事。那当然，从其他的角度上来看，就是说经济只要稳定了，我觉得其他的部分都会做相对稳定。那内政如果不稳，那所谓的这个压力外在化就会很大，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这样看起来，我倒认为说这几件事情都还是其实是可以找该做的事情。那现在终于做了，我觉得这是好事了。是。来，舰长呢怎么看？当我们进入到马汉所提到的海权论的时候，他有提到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是不是能够控制海上交通线；第二个，也就是是否有足够的港口；第三个，能够保护商船以及航道的强大舰队。我们回头想一想，这三个条件，中国大陆现在是不是已经满足了？那如果是的话，其实它要推动的，也就是主要的就是海洋贸易的部分。至于自贸区的部分，中国大陆推动这一个海南岛是第一个地区吗？自贸区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南岛，之前还有青岛、天津、上海以及深圳，有这么多的地方，为什么要拿海南岛特别来做封关呢？因为然后他的要无限上纲到习近平主席，因为原来你就副总理何立峰直接讲就好了嘛，那为什么要直接上纲？因为他在做示范。做一个什么样的示范？也就是作为台湾的示范，就是台湾未来就会长成这个样子，也就是直接的台湾会形成单独的一个税务的一个体系，也就是对台湾封关。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已经在为2027以后在做打算了。那这一个部分呢，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连续说了2次的亚太营运中心，是不是啊？是不是同样的概念？对，同样的概念。我就想好像是，对，亚太营运中心是，可是亚太营运中心当初为什么不做了呢？对，大家想一想嘛。那当初其实如果做了，现在的台湾早就已经改头换面了，
因为当时中国大陆并没有这么多的深水港可以进行货柜的转换。台湾无论是北边的基隆、台中、中部的台中、南部的高雄，都是条件都是很好的，但是台湾不断的蹉跎，搞什么借机用人的下场是什么？的下场也就是我们看到南部的大湾区完成了，中部的阳山深水港完成了，北边的连云港完成了，那台湾呢就一事无成，然后就是不断蹉跎，岛内就是不断的在你争我夺，斗来斗去，结果是什么？结果也就是人民越来越穷，不是这样吗？我们看一看印尼，他为什么想说未来我们就直接这样走？因为省钱省时，他的这个椰子啊，直接运到那个海南去，不用再透过新加坡了。那透过转运，那其实浪费很多时间，然后造成它的椰子的品质也没有那么好，还要多花钱。以后直接转运，那是不是非常的完美呢？那至于说啊，现在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大的深水港都已经无人化了，也就是它的货柜转运从起调，然后到那个货柜的运输，到这一个我们讲到说它的一个装卸，通通都是自动化。我们台湾是不是还在靠那么多的人？它的人解放出来，其实并不是没有工作，而是创造更大的效益。好，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向全国演说，可是他演说里头有3个地方非常异常。第一个，他语速超快的呀，所以你看到这个标题就写着说，川普在急什么啊？18分钟飙完全国演说哦。那他因为语速太快了，到了最后越来越急。有人说你在大吼大叫，那过去川普不是都很喜欢脱稿演出吗？可是这一次他一个字一个字照稿念哦。发表年末黄金时段演说也被外媒评为非常的罕见。那当然全篇他都在自夸自擂，说自己的1年成果非常的棒，好棒棒哦。美国媒体就说你引用错误的资讯夸大成就哦。川普自己说我恢复了美国经济活力，我阻止了地区的战争。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像是川普说他帮美国争取了18兆美元的投资可是 CNN 就说大部分的数据是来自于他国跟白宫的贸易谈判，可能是一纸协议，可能是一个口头承诺那对美国的模糊投资，其实真正的真金白银还没有进来白宫也证实了，川普打算做一件事，他把这个甘乃迪中心前面加2个字，叫做川普甘乃迪中心那他说这是总统为了拯救这栋建筑所做的难以置信的工作。那我们再看呢，他讨厌一些人，喜欢一些人，这个完全这个爱恨分明像是在白宫到处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这个走廊这个前总统历任总统的肖像要被高高的悬挂。可是呢，因为他讨厌奥巴马所以就说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而且把一个人的照片拿掉换成自动签名机，拜登拜登的照片被拿下来，真的是非常这个为所欲为、非常任性的一名总统可是现在看到美中的科技战，辉达的 H200现在说是可能就是要让它出口到中国大陆去了，这个是前一阵子的报道。那现在相关的审查程序已经在启动了哦，这是来自于路透的独家报道，所以可能解禁在即。而另外我们看到呢，《金融时报》是这么说的，说中国已经成功的借由艾斯摩尔的深紫外光，也就是 DUV 这个设备它突围了，已经制造出 AI 晶片的产量，凸显中国晶片制造商设法克服出口的管制。而川普有一个 AI 的世纪豪赌，我们看到他找了微软、谷歌、辉达这些巨头跟白宫来签一个约说我这是创世纪的计划。那这个白宫主导的创世纪计划内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还不是很知道。那这个美国优先、美国最强、美国好棒棒，这都是川普他不断的在强调的部分，所以太空也是他要抢进的地方川普下令2028年要登月建核基地，2030年前要建前哨站替代国际太空站
所以他说呢，2028年要透过 Artemis 计划实现太空人重返月球。那这个2030年前有一个永久性的月球前哨站啊，要替代我们过去很熟悉的叫做国际太空站。那另外呢，有一个报道是这样讲的，他说美中啊在太空有一番的竞逐，而且呢上演这个捍卫战士的真实版，说是在3.6万公里的高空啊，2个这个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卫星哦，有做一个dog fight， 这个应该是给翻成缠斗的意思哦，两边在缠斗，很像捍卫战士 Top Gun 在那边战斗机缠斗那样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文字描述是说，其中一颗中国卫星突然减速采取反击，当美国的 USA 270顺着惯性冲过去的时候，中国卫星顺势切入美国追随者的后方哦，就很像 Top Gun 阿汤哥的经典招式急刹反超哦，所以在太空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斗争跟缠斗。那另外呢，现在中国大陆哦发现了有一个这个新的行星哦，它命名为7发刃星哦，这个是向一位这个神舟首任总设计师来做致敬。来，请教老师。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说，他确实有点着急了哈，因为并不是他的总民调下降多少，他的总民调基本上支持度啊还有39%，那跟他过去相比来讲，还涨了1%啊。也就是说，事实上是，如果以正负负差3来说，等于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民主党从谷底有在攀升，民主党上升了大概13%。可是对川普来讲，他最着急的是他的核心的这个 MAGA， 核心的 MAGA 过去啊，他的支持者很忠诚的支持者，大概在26%到29%之间，结果他现在跌到20上下。那26到20，哇，这个是很大的影响了。对于川普来讲，这个核心的 MAGA 的功能在哪里？核心的 MAGA 就有点像台湾的这个深绿的那些台独者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成事不足，但败事有余。也就是说，你有他的票，你不见得会当选；可是你没有他的票，你一定不会当选。我想一样的逻辑。那也就是在台湾有这一群台独者啊，就是大概在2%左右，在美国也有这一群 MAGA， 也在2%，都是极端主义者，都是2%左右。可是这2%已经松动了，在美国来说，在川普来讲，所以他必须要尽快的要告诉这些 MAGA 说，我表现得很好，你们要对我有信心，我后面会表现得更好，我会解决你们的问题。那你也注意到了，由于这一群人，他们最在乎的其实是国内的问题，而不是国际的问题。就像台湾的那些台独者，他只在乎国内问题，他们对于国际观跟两岸，他们其实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啊，因为他们的眼界没有办法到那么远。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您看，对于川普来讲，他诉说的几乎都是他的军人踊跃当兵啊，很多人越来越想当兵，然后他给这些战士再多发1000块啊，这个红利啊，因为这个1000块的红利来自于哪里？他的关税赚了2000多亿，所以他大发这些关税。例如说，他一直在强调他的就业机会有多好，他解决了多少问题，但是他其实心知肚明。目前来讲，他的民调会一直我讲的是核心民调会往下降，还是来自于经济的问题，通货膨胀、就业率不高、失业率扩大，然后物价上涨，然后薪水上涨的速度没有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这个对于川普来讲，这一定要解决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川普来说，很有可能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跟大陆的谈判上，因为大陆的工业产品、商业产品是最能够满足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的需求，所以我个人的推断就是相当有可能，川普在明年春季到中国大陆来谈判的时候，或许在跟大陆的贸易谈判会超出各位想象外，跟他的盟友的谈判是完全不一样的，相当有可能关税会低于他跟他的盟友的关税。那这个情况，那相对来讲，大陆也会把对于美国的关税下降很多。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最后一个，太空的竞赛这个部分对美国来讲压力很大。大陆的计划是2030年登月，所以美国一定要抢在大陆登月之前登月，只是能不能做到不知道。是，所以美中的战争从地球要扩张到太空去了。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美中的战争一路从地球缠斗到外太空，来请教洪庭。其实除了这个被爆出来的事件以外，3天前我觉得发生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件，就是这个 SpaceX， 就是这个Starlink 6079号的编号这个卫星啊，它被一个中国在中科宇航在12月10号发射的一个叫做利剑1号的这样的一个卫星，2个人在轨道上就擦身而过。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东西还蛮特别的，他说 SpaceX 就是 Starlink 这个卫星，它启动了自动防撞系统，就逃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中美现在的竞争已经紧张到，就是说，有可能经过一些这个某种程度已经不是灰色地带冲突，这样太空灰色地带冲突嘛，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还是回过头来，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哲学的问题，就是中美的这个竞争，还是回到黄仁勋所讲，你到底是要纳他进来比较好去管控竞争，还是你要把它踢出去？可是踢出去以后，你就不一定能够掌握它目前的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它的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认为就是说，以目前这个状况来讲，回到我们刚才在谈的这个部分，海南的这个试验，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要测试一下，就是如果我被美国全面封锁，那我要把我自己开放到完全 open， 让其他人能够进来的时候，那海南现在变成了一个 buffer。也就是说，好，假设真的我受到了很多像相关性的这个封锁，不管是关税的也好啦，或者是这个所谓海运的、航运的这些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我把海南整个开放出来，然后变成什么？就我完全适用国外的这样子的一个法规，那这个是他想要，可能是他想要测试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在看到他们所做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里面包含的就是它有一种反封锁，也有一种保护他自己战略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再一次回过头来讲，就是说，你看，当大国的竞争在考虑到这么细的时候，我还是回到我的一个重点，就是民进党在告诉我们要做些什么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所有的逻辑是一致的，就让我们能够分析出来，就是说，这个是在防守，这个是在保命，这个是在进攻，这个是在担心什么样的一个危机，而不是我们现在看来看去看不出一个脉络，最后得到最大的一个综合点，就是他们做这件事就是为了赚钱。我现在所有看到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不希望我们的国家最后所有的政策其实是为了特定人士在做服务。看到危机的时候，他应该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把危机当作赚钱的转机啊。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白宫证实了甘乃迪中心要变成川普甘乃迪中心。来，舰长。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啊，在今年7月的时候，本来就要改名了，但是改名不是现在的川普甘乃迪啊，他本来要改成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歌剧院。其实如果他这样改啊，可能还可以得到一些女性的选票，但是呢，现在他改成川普甘乃迪中心，其实甘乃迪的后人是有意见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他们一切说一切合乎规定，但是呢，孟子早就告诉我们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大家都知道投你所好啊，你喜欢用你的名字，那大家一起来啊。那至于说啊，有关于太空的竞赛啊，那美国不要讲太多，你当初要不是马斯克帮你一命，不然的话，你那2个太空人怎么回来呢？你的 NASA 有办法吗？没办法。那另外呢，这是我们在2019年的珠海航展看到的卫星可以进行加油。如果它可以加注燃料的话，卫星就不用那么就是早早的报销，而且实际上来讲，已经做过了。这个是实践21号跟实践25号，直接在太空轨道上加油。那至于说美国，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这个实力啊。美国派出的卫星啊，来照中国大陆的这个卫星，这一个呢，也就是实践26号卫星，他们直接用这一个小卫星呢来拍照。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是台北市议员徐宏庭。早上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中日之间又有争端了。这是日本方面，他说啊，连续2天他们的直升机被雷射照射哦，自卫队说这是威胁他们的飞行安全哦。那小泉进次郎特别出来开记者会讲说，针对这样子卑劣的行为会采取坚决的行动。中国大陆这边呢是说，接下来你该不会又把这个脏水往我们身上泼吧？所以其实观众朋友看到这里可能有一点 confuse， 有一点迷惑。雷达照射、雷射照射2件事情啦。前一阵子有雷达照射事件嘛，大家还记得吧？那现在是雷射照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可能等一下要请专家、请来宾来跟我们解析一下。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哦，他说他发现他有注意到日本有媒体的报道说日本官员说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中国大陆非常非常的关心他说如果是事实的话会非常严重。高市早苗在面对质询议员的时候，一开始您看到这3张脸堆起满脸的笑容，可是呢，当在野党的参议员广田一问他这个所谓的日本存亡危急事态的事件他变脸了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阴影。不过中国大陆的制裁手段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变脸的瞬间，您看到这个画面。中国大陆制裁的手段包括经济上的游客某种程度是限缩，可是呢，这个对日本有没有造成压力呢？高市早苗的回答在这里，他说听说今年年底会有相当多的人选择在国内旅行因为中国大陆客不来，那是不是国内的人旅行的比较多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明年春天说是要到美国去而且要抢在川普到中国大陆访问之前，目的要确认兼顾同盟。您看到他跟川普手牵手他其实就是命悬一线呐，他一定要跟川普达成某种程度的这个同盟跟支持否则他很难再持续下去，尤其在这一次的中日外交事件当中。那我们台湾呢？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美国宣布8项对台湾的军售，总金额达到3500亿那5项是1.2兆预算的范畴，1.25兆的这个预算是赖总统提出来的特别预算。那在这个时机点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对台军售案通过，是不是要push我们赶快把这个特别预算给通过呢？其中5笔我们看一下是不对称战力采购特别预算案的范畴。那我们再来看立法院的预算还没过现在立法院已经是烽火连天了，从财划法一连串的通通卡在那里，所以呢，那这个军购案的预算没有过，那怎么办呢？82套的海马式火箭出人意外这跟过去多年来的军售程序跟台美默契其实有一点出入是不是刻意要把这个事情丢出来，然后逼我们立法院赶快通过那外交部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又来了，他说无论美国向台湾卖多少先进的武器，都阻挡不了中国统一。这是郭家坤在 MOFA 的发言。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他的发言内容说，美国大规模的对台军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所以他也做了一个他的这个立场上面的宣示。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金刚在哪里？金刚在大阪的东北方，是名古屋跟东京之间那也就是说，它是很靠这个中国大陆的，离中国大陆很远的东北方。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用镭射镭射不是雷达用镭射从这个水上或者从地面往上照的话，所以它等于是要先证明说，在静冈的外海附近没有多远的地方有中国大陆的军舰在，而且应该是在领海内不然的话你直升机怎么会在静冈的上空被照到呢？而且这个雷射跟我们用的这个雷射笔一样吗？不一定，但是雷射的原理是一样，它就是光束嘛。OK， 就是我们大陆把它称为激光，我们台湾叫做雷射，那就是你所用的雷射笔那是看你的电力多少，还有就是说它发电的量多少。那我们要问的是在于，在日本的东北方，观众朋友您想想，在东京那个地方，
然后中国大陆的军舰就靠在沿岸里面，对静冈上空的日本的直升机，直升机去照射，这个讲清楚说明白嘛？我觉得这个小泉进次郎啊，已经多次的被日本的媒体骂说你话都说不清楚。例如说，他先造谣说中国大陆没有公布，没有通知他们这个辽宁号的起降的演训区，后来被证明有而且还2次呢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说谎，一直不断的在造谣，连雷射雷达都傻傻的分不清，而且还把静冈说成变成是靠近中国大陆边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家匪夷所思，真的是纨绔子弟不能纨绔到这个地步啦，就总是要有一点点这个懂一点军事。其实我都觉得说，日本跟台独的跟台湾的民进党真的很像，都喜欢找那些不懂的人去担任国防部部长，这个才厉害。这个真的是人类的一绝台湾也是台湾也找了一个不懂国防的人当国防部部长，这个很厉害耶。他可以成为一个有名的律师，但是呢，他可以成为阿扁的律师，可是他不是国防专业嘛？这个才是人类间最诡异的事，常常就会发生在日本政府跟台独政府之间，我们也很难说。那这个高市早苗有2个问题，他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不要收回你说过的话？那很明显的，他不收回嘛所以他不收回的方法，他不管再怎么去玩弄文字游戏，基本上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在你不收回的情形下，那就对大陆来讲，刚好有一个立足点去压制这个军国主义，因为原本你军国主义是藏在底下的，也就是说，他从来不说，哎呀，我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说的时候都是他没有权利的时候，像安倍晋三离开首相的位置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议员，他就可以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他说，因为我不是日本首相嘛，我也不是自民党总裁，所以我不用负政治责任嘛。那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可以这样做。那是军国主义者他们的一贯立场，是躲在屋檐底下，躲在暗影底下，躲在臭水沟里面，他可以每天讲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可当他浮到台面来的时候，那对不起啦，那就刚好让大陆有立足点了，打这个军国主义了。有立足点打军国主义，当然不管是经济的、科技的，或者是未来的稀土，但是军事上的手段也一样可以做因为全世界没有人站在日本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全世界除了澳大利亚跟菲律宾以外，没有一个国家站在日本这边，所以大陆当然可以在日本的周边不断的进行各种军事训练跟军事演习，因为打击军国主义，这是我们的反法西斯战争建立国际秩序最主要的一股力量，而且是联合国宪章里面赋予中国大陆可以启动敌国条款。那当然，他可以用敌国条款的方法，在一个军国主义者主政的日本的周边进行军演，这合法合宪，而且是合联合国宪章的。好，那所以高市早苗不收回的时候，大陆当然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另外，他讲到一个阿 Q 的精神，真的是，我都觉得鲁迅写的应该是鲁迅对，写的《阿 Q 正传》真的是在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原理。为什么？人家在问大陆的旅客不来了，他的回答是日本的旅客会去补。日本的旅客你还是国内消费嘛，你不是大陆人来日本创造日本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日本更多的财富，不是嘛？这是第一个。可是问题是在于，日本人由于日元贬得很严重，然后日本人现在的物价涨得很严重，所以日本的经济衰退了40年，到现在日本人其实根本没有，绝大部分的日本人没有钱到海外去旅游。观众朋友，如果您到欧洲去看的时候，20-30年前的时候欧洲到处都是日本的观光客。20-30年后，您到欧洲看看，没有多少日本的观光客。为什么？太穷了，出国出不了了，连来台湾的人数都没有像过去那么的多了。那更不用讲到欧洲去了。为什么？穷了嘛。一个国家越来越穷，人民越来越没钱，然后没有办法到周边的国家去玩，只能够在国内旅游，因为穷了嘛。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真的是很有阿 Q 精神。另外，我就不太懂什么叫做不对称战了，因为我记得不对称战是我在很早以前，我回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我从巴黎大学回来，那个时候我很早帮总统府写了一篇研究报告，就是谈不对称战。所以最早的研究报告从总统府出去的，应该是小弟我的一个创作，老师的创作。那在这个时候，我个人认为，他们所讲的不对称战，请问火箭弹、海马斯、火箭弹，你能够比中国大陆的远香火还要强吗？如果你把它认为是不对称战，你根本打不赢大陆的远香火比你强。你要讲无人机，大陆的无人机比你强，那这个叫做不对称战军购吗？你根本没有任何一项军购都可以构成不对称战。拜托，回去看看小弟我的著作，是后来成为国军他们一定要读的。您去看一下，不对称战的理念是你讲的吗？胡说八道。哎，县长怎么看这个？的确不对称啊。为什么？因为远香火它就是 PCH-191，它的射程最远可以达到480公里。那如果是海马斯的话是300公里，那如果是雷霆2000的话是45公里啊，45公里跟480公里果然不对称啊。只不过呢，不对称是向台湾倾斜，对台湾不利。那这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我们台湾买的这些装备，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看看这次美国对台湾的军售，除了我们看到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帕拉丁的自走炮之外，其他的台湾是不是都是料配件？那是不是都是单兵的武器？那实际上来讲，并没有载台，海空的载台都没有。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台湾训练的跟乌克兰一样，那也就是把台湾想要变成的跟这个绞肉机一样。那刚刚讲到说有关于雷射的部分啊，雷射的部分你应该有照片啊，为什么每一次都没照片呢？那你没照片没关系啊，那你的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你应该出示一个，哎呀，开玩笑，这个解放军的舰队在附近啊，所以有雷射啊，也没有啊。那之前美国就厉害了，美国说很多的无人机，结果他说是什么？他说是优抚啊。那后来呢，他也把这个说成是中国大陆的，也对中国大陆泼脏水。反正现在中国大陆就是被大家泼脏水的一个对象啊。那至于说有关于这个日本到底有多少的步啊？我们来看这个军备控制组织它是怎么讲的？他说，其实呢，以日本来讲，它有47公吨啊，47公吨的步啊。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当初所看到的，伊朗它到底有多少的浓缩铀？对不起啊，它只有400公斤。那现在这是47吨啊，也就是这个伊朗的117倍，没有人管。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说对于这很关心？的确应该要关心，因为没有人关心啊。那也就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在韩国获得了这一个核动力潜舰照，他说：“我也要。”那也就是美国不断的在扮演这一个核扩散的一个角色啊。那至于说我们讲到现在，美国常常在讲说它的暗音啊，它的暗音还真是个问题。为什么？暗音虽然它也有高超音速的弹头，它走的路径呢，其实如果是真的这个跟美国画的，这是美国画的哦，这个其实是钱学森弹道，不是 Sanger 弹道。那也就是当年钱学森所研究的成果，现在美国又拿回去用了。那有关于暗音的部分啊，其实我们所得到的War Room 里面的报道一直都没有完成研发。但是最近的一次呢，也就是美国的陆军部长他讲说，现在可以部署了。这件事情也蛮奇怪的，美军现在一直都是这样，从滨海战斗舰一直到新座级的巡防舰，那到现在这暗音都是如此，没有完成，但是感觉都要拉鸭子上架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面对了可敬的对手。洪庭。
我觉得我一向主张用数据说话，所以其实我最近在查，日本外务省在2024年公布了一个它的国民持有护照比例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哦。日本的国民只有17.5% 的人拥有护照，这么低啊？在疫情前是24%，但疫情之后换了护照只剩17.5%。那台湾有40%的人没有护照，有60%的人有护照，所以你可以看高市早苗说，有相当多的人会选择在国内旅行。对啊，因为没有护照，没有护照不能出去。82.5%的人本来就是在国内旅行的，所以这句话其实从数据上看起来，其实它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可是就像刚才小舰长所提到，就如果我们在谈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从不管是军购啦，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你可以看得到。他现在日本急于要打破所谓过去他的非核三原则，那主要来自于他对所谓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他想要去做一些准备，因为他认为就以前他曾经前几年他试图在跟美国谈，就是说，如果你要发射飞弹或如果你要做什么，我们要共享指挥权，大家有没有记得有这件事？可他现在已经不谈共享指挥权了，他现在意思说。如果假设按照现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有可能要被攻击的话，那我自己是不是如果我也拥有相对的一些核能力，我在被攻击的程度上，可能我的这个核威慑能力会变强。所以他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源自于他对战争的恐惧。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比如说美军现在为什么要卖我们所谓的海马斯，或者为什么要卖我们无人机？因为是从俄乌战争的这些借镜来看啊。海马斯除了对称也有不对称的部分，因为对岸的火箭弹实在太多了，多到我们必须要去做源头打击这些部分。那好，假设我们民众认同，就是说好，你看美军都说我们要去做这些备战，都要去做这些准备了，那我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原始的重点啊，民进党的能源政策跟他的国防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是。那我们最能够改，而且最有全民共识的是什么？就是先把能源政策解决掉啊！如果我们真的那么危险的话，那你应该先解决能源的部分，因为能源部分是全民最有共识的部分了。那再来去做军购的采购这些啊。可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民进党就一直不管能源的部分，一直在搞它的绿能，然后呢，在采购上面也一直不告诉我们它的逻辑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民众从什么？民众从已知的讯息里面只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能源在搞钱，那国防是不是也在搞钱？是，所以我觉得，假设民进党或赖清德，你真的都对台湾有这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些想法，那你就大大方方的告诉民众，那你就把所谓的能源政策先改了嘛。能源政策改了，你再去做其他国防相对应的这所谓 peace through sense， 就是要有力量才能够去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比较说得通。否则，现在大部分的人在怀疑的，其实。移美的少，移民进党的多啦。对啊，甚至连美国都在移民进党嘛。就是说，如果我都已经觉得你们那么危险了，你们现在还不愿意去搞定你的能源自主，那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是啊，说的跟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套。